它的优势在安全管理、磁吸无线、日常补电和 PPS 兼容。真正适合长期稳定使用的功率还是15瓦和18瓦。至于30瓦快充，更适合作为短时间应急能力来看待，因为测试结果就是它在这个级别的表现很弱鸡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次我们要测拆的是小米最新推出的1万毫安磁吸充电宝。它主打的不是单纯堆参数，而是把新国标、安全可视化、磁吸无线充这些卖点全部压在了这台产品上。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，上次小米金沙江那台磁吸充电宝实际性能表现确实是太拉胯了。这款新品表现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，咱们还是直接按我的老规矩来，从外观做工到有线无线协议，再到兼容性、转换效率、文波、烤机表现，看看这台新国标磁吸充电宝究竟是真升级还是换个方向继续讲故事。先来看包装盒，浅灰色的包装，产品的实拍图片，小米充电宝磁吸支架1万毫安 7.5 瓦2026版的啊，小米的 logo， 背面是规格信息、条码信息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，产品使用说明书一本，内部还有一个盒子，充电宝本体装在这个环保袋子里面，整体是天蓝色的色调。充电宝连包装盒一起重量273克，单充电宝重量224克，充电宝的宽度69毫米，高度大约是109毫米，厚度为20毫米。这台充电宝属于低饱和冷调蓝色，手感摸上去有点涩，没有那种亲肤的手感。机身正面采用简洁平面设计，中央是无线充电区域，侧面配有速显屏，便于查看电量。边角做了大圆弧过渡，握持时不会有明显的硌手感。背面集成隐藏式支架，展开后可以横放，也能竖放手机。侧面自带一体式 USB-C 短线，收纳完整度还是不错的。但是这个指关节敲上去空落落的感觉，各位老铁们，你们怎么看？还是老规矩，我们先看规格信息，再来看它的有线和无线的充电协议。小米充电宝，产品名称移动电源，型号 WPB1007ZX， 电池种类锂离子电池，额定能量是 39.1 瓦时 7.82 伏5000毫安，额定容量5900毫安时5伏3安出来的，我们后面会做验证。输入参数，自带线口最高30瓦， C 口最高输入也是30瓦。有线输出的话，自带线口和 C 口都是30瓦的啊。多口输出5伏3安，无线输出有4个功率档位，最高15瓦 max， 有线无线同时输出15瓦，建议安全使用年限5年。中国制造。下面是警告信息和认证信息，循环锂电池标识，请勿扔下垃圾桶，循环5年，请勿靠近火源。3C 认证，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有线充电协议的情况啊。这个是自带线口，自带线口检测出来就是 DCP 协议和 PD 3.0 30瓦的协议。PD 3.0 点进去固定档位4个，最高是15伏2安30瓦。PPS 有一个33瓦的，然后小米私有协议也是33瓦的。然后这是 Type-C 口的协议的情况，有 DCP Apple 2.4 2个基础协议，然后 PD 3.0 30瓦。点进去看里面的档位跟自带线口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这个充电宝无线协议支持的情况啊，有 BPP 5瓦、EPP 15瓦、Apple 7.5瓦、PPDE 10瓦，还有小米家的10瓦无线协议。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兼容性的情况啊。米家的设备显示的是米 Travel 快充，这里功率是在23-24瓦的样子。我们后面直接采集充电数据。由于这个充电宝它2个充电口都是剔除了 SCP 的协议，所以说对华为手机来说功率有可能会起不来的。我们再来看荣耀手机，直接启动超级快充，它这个是走的 PBS 快充啊，其实功率可以达到23-24瓦的样子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 C 口的协议跟自带线口的协议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应付华为和荣耀的话，它只能走 PBS 快充啊，没有华为的 SCP。我们再来看蓝厂的设备， PBS 快充已经开启了，功率也可以走到20多瓦，跟刚才荣耀的是差不多的。Type-C 口同样是 PBS 快充啊，功率也是差不多的23-24瓦。我们再来看绿厂的设备， Type-C 口启动超级闪充，同样是 PBS 快充啊，这个功率的话就要偏低一点，就是只有17瓦左右。自带线口同样开启超级闪充，功率也只有17瓦左右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绿厂的功率要偏低一点。我们再来看三星手机，显示的是超快充电，因为它没有5安的 PBS， 所以只能显示个超快充电。Type-C 口也是一样的啊，显示的超快充电。
我们这次就是用5次充放电循环来验证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。5次充电，我们全部用酷莱克的6号充电器，采集数据用智翔的仪表。这个小米磁吸充电宝5次充放电数据全部都出来了啊！它的5次充电基本都是2个小时左右充满的。充电的时候，壳体的温度基本都在37摄氏度的样子。我们重点说一下放电的情况：15伏2安30瓦放电，16分钟第一次断开。充电宝磁面的温度是 47.4 摄氏度，正面为 50.4 摄氏度，一共分5次把电放完。第二次12伏2.5安30瓦放电，10分钟第一次断开，正面的温度是 41.3， 正面是 43.5， 20分钟的时候第二次断开。充电宝这一面的磁面温度 47.9 摄氏度，正面为 51.3 摄氏度，也是分5次把电放完。9伏3安27瓦放电，15分钟第一次断开，27瓦的功率啊，竟然要4次才能把电放完，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。结果仅仅只有9伏2安18瓦和5伏3安15瓦这2个档位都是一次性放完的。经过5次实际充放电循环下来的数据，可以看到它的最高转换效率 92% 是在18瓦的时候，5次平均下来实测转换效率是 80.6%。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值 39.1 瓦时，按照这个数值换算，它的最高转换效率 79%， 也是在18瓦的时候。5次平均下来转换效率 68.8%， 有点低啊。最后一次15瓦放出实际容量是6170毫安时，它的额定是5900毫安时，我们放出来多了270毫安时，这个参数没有虚标。这个充电宝是骡子还是马？我们必须拉出来溜一溜了啊！现在是有线充电，它的30瓦在实际应用中会不会跟刚才放电一样那么拉胯？把曲线踩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部小米手机是5000毫安的电池，目前电量还有 10% 啊。充电宝现在的电量是满电的状态。这部红米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。前面22分钟，24到25瓦的功率。这个充电曲线并没有跑标准啊，降功率的时候我刚好在这里把温度采集了一下。这个充电宝壳体正反面的温度分别是50和54摄氏度，降功率就是为了调整温度啊。大家看一下后面有3个凹槽，都是充电宝在控温。凹槽低谷的功率是14瓦，这3个凹槽谷顶的功率分别是23瓦左右。然后充到 85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，充到 95% 的时候就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从10个电充到100个电，一共花了1小时6分钟时间。充满这部手机，充电宝还剩 37% 个电量，满电的情况应付安卓的5000到7000毫安的手机，充一次是没有问题的。充电宝的电量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啊！这次我们是采集苹果手机有线充电的数据，目前这个16 Plus 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充电啊！这部手机的电池是4700毫安，这部苹果手机已经充了88个电了啊！我们先来看充电曲线图。手机充开机以后，最高的峰值功率直接顶满30瓦，后面是27-8瓦的功率，坚持了7-8分钟，然后就从15伏的电压直接降到了12伏的电压。充电曲线图没有跑出完整标准的充电曲线，这个实在是不应该啊！17瓦的功率一共持续了36分钟，后面尾段一个15瓦，一个9瓦。充到 80% 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充完以后，这个充电宝还剩 44% 的电量。这部手机的电池是100%最大容量的，按照这样换算的话，这个充电宝应付17 Pro Max 0到80充2次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充电宝它的无线功率有4个功率档位，最高是15瓦。苹果现在要用15瓦的话，就必须要 QI2 认证。但是还有一个10瓦的无线，这个是米家的无线充电功率啊，我们也要做个考级测试。还是老规矩，测试仪自带的风扇已经关掉了，还是以30分钟为基准测试啊。负载仪启动的是10瓦的功率，我们开始做倒计时，30分钟已经到了啊。我们来看这个上位机适时录出来的充电曲线的情况，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15伏的电压，10瓦的功率啊，在3分钟的时候它就把电压开始往下调，就是为了充电宝壳体的温度不至于这么难看啊。后面的电压就是一直都是11伏的电压，电流还是没有变，整个过程平均功率大约是 8.8 瓦的样子。整个30分钟过程是没有断功率的，它只是降电压。我隔10分钟就检测了一下它的壳体温度，分别是 37.8 摄氏度、40.3 摄氏度和41.6 摄氏度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7.5 瓦烤机，我们倒计时开始啊，30分钟已经到了啊。刚刚米家的10瓦烤机都已经过了，这个 7.5 瓦肯定也是没有压力的。
我们来看这个上位机截屏下来的事实曲线，平均功率大概是 6.85 瓦的样子，一直在运行30多分钟了，没有停过。温度我从15分钟的时候就开始监测，一直就是37、38摄氏度的样子。这么大的体积应付苹果的 7.5 瓦，温度控制还是控制得住的啊。我们现在开始做无线充电测试啊，这个是购买磁吸充电宝的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数据。测试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它在无线充电的时候接上有线会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没有弹窗动画，无线充电已经开启了，接上有线，有线就直接启动的是15伏的快充啊，20多瓦的功率，证明这个无线自己关掉了。拔掉有线看一下，这边就没有充电了，需要重新磁吸一下，启动无线充电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是 26%， 充电开始，倒计时开始。兄弟们，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啊！手机电量现在是 43%， 刚开始是 26%， 30分钟时间充了17个电进去。目前充电宝壳体的温度是39摄氏度，这就是 7.5 瓦的实际充电效果。同时我附上其他几款 7.5 瓦磁吸充电宝的实际充电效果，大家可以做个对比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各位铁子们最关心的一个数据啊，就是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控制的情况。我们先测有线充电部分，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0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8.8 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9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34.8 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51.4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7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61.8 毫伏左右。这个文波波形有点不好看啊。我们现在测试 Type-C 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12.6 毫伏，平均文波10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37毫伏，平均文波32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5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41.5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1.97， 也就是52毫伏，平均文波 48.5 毫伏左右。兄弟们，经过这一轮测试，小米这台新国标1万毫安支架磁吸充电宝整体表现可以分成2个方面来看啊。先说它表现比较稳的地方，有线快充兼容性确实做得比较聪明，它屏蔽了 SCP， 把30瓦的 PPS 作为安卓阵营的主要兼容路径，实际覆盖面更广，这一点是很加分的。无线部分的10瓦和 7.5 瓦两个常用功率段都能够完成30分钟持续烤机，没有出现掉功率。7.5 瓦给苹果16 Plus 无线补电，30分钟时间补了17格电，和理论的表现基本接近。壳体温度控制在39摄氏度左右，日常持续补电没有明显的短板。容量和效率方面，15瓦档位实际放出比官方容量多出270毫安时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。5次循环测试中，实测最高转换效率达到 92%， 平均效率 80.6， 在这个级别里，它的实测表现很不错啊。不过按照官方的 39.1 瓦时的额定能量换算，最高效率是79，平均效率 68.8， 这个口径下就显得保守一些。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30瓦和27瓦，放电的时候出现多次断开，说明它可以跑高功率，但输出能力并不宽裕啊。文波测试也能看到类似的趋势，随着档位的增加，文波也随之增高，整个波形也不好看，尤其是自带线口，最高文波来到 79.1 毫伏。所以测试篇我给出的评价就是，它的优势在安全管理、磁吸无线、日常补电和 PPS 兼容，真正适合长期稳定使用的功率还是15瓦和18瓦。至于30瓦快充，更适合作为短时间应急能力来看待，因为测试结果就是它在这个级别的表现很弱鸡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载，客观输出。我是你我测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